在春天的时候就应该告别了。幸好学校延后半年毕业，让我们的告别也跟着延后。我就想让你，我请你来送我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好别的同学要送他了。哎呀，你俩要是能一起走就好了，我就可以都送了。我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还没买呢。那好，那你就买同一天的。孙少平，我爸让我今天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。都毕业最后一天了，他说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。对呀，救命大英雄孙少平同学，请接受来自同学的谢意。我不喜欢人家那么称呼我。可家里饭菜已经做好了，就等你去了。别让人家等着嘛。其实，你们家不找我，我也正要去呢。走吧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哎，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，叫孙少平。哎，我认识，啊，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。还是我去你们学校吧，一会儿顺路。哎。另外，这个是一个私事情，请校长保密。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季叔。呀，这么大一桌。啊，你们认识了？我二门市部的售货员金光明，也是你们双水村的。一起处理过你们班那个郝红梅偷东西那事。这少平不认得我，我可认得他。听说你来，特意过来瞧瞧。您好。哎，来，都坐下。来，老别，我得敬你这杯酒。在那么危险的时候，你还下水救我的女儿，太感谢你了。哎，你坐，你是侯主任女儿的救命恩人，你坐。光明叔，这话我跟侯云云也说过。我虽然救了她，可是我们现在两个人都没事，都好好的。大家以后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救命恩人了。哎，好，不叫。哎，但这酒你得喝。我不太会喝酒。哎，好，不会喝酒好，不是。但这酒我得敬你，我干了，你随意啊。侯叔叔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啊，你说。我在外面等你。你不守信用，你把他不能告诉别人的话，偏偏和最不能说的人说了。这是我说的，玉英她根本没说，她还在怪我呢。我知道。那个郝红梅现在咋样了？她不约任何人。她说，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了。说你放心，我还是会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。尽管我们穷得连几块手绢都买不起。你也放心，我还是会跟你进去陪你喝酒。刚才跟你说的话，我不和任何人说，我很少跟外人喝酒。但这次，我要跟你喝，我要看着你，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喝酒。你们在外头说什么呢？还是那句话，让我不要叫他恩人。我还问他，你毕业以后怎么打算的？我可以安排他到我那儿上班。就是，来供销社上班多好的事儿啊！少平，你来不来？你回村里种地，一年才能挣多少工分？来供销社上班，拿国家的工资，还是县里的工作，这身份呐，都不是农民了。
谢谢叔费心。我打算上地里给我哥帮忙，给家里挣工分。这咋是这？这为啥不来供销社上班？因为我们班女同学郝红梅在供销社的事。我要是来供销社上班，她咋想？再说了，我救了侯玉英，换来一个在她爸当主任的供销社上班的机会，我不舒服。小伙子有骨气，叔给你留着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叔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再见。小香，你先走了。你上次给我的东西让苏少平同学取走了。哦，谢谢你们。钞票。走了。再见。少平，咱们就要道别了，这个礼物送给你。如果你以后来城里，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。给你。这日记本咋还系着红线呢？亲爱的少平，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，奋不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，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。因为我腿不好，可能你看不上我，但我们家光景好，父母亲工资也高。我是城市户口，因为腿不好，也不要去农村插队。你要是和我结婚了，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，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，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。你要是心里情愿，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。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，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。盼着鸿雁早飞来，爱你的人，玉英。侯玉英，你会考虑一下吗？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父亲愿意帮助我。你不愿意接受，是不是因为郝红梅啊？不是，这几年我们在一起学习，大家经历过争吵、不愉快，甚至是龌龊。可是很快，所有这一切不愉快的经历都要烟消云散，留下来的会是美好而温暖的回忆，和难分难舍的感情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那咱们能握一下手吗？就当是道别。走了。啊，要不你有啥留的东西就留下吧，我替你转交。不用了，我没啥要给谁的了。领导，其实不用送我们的，我们可以自己去，真是麻烦您了。哦，没事的，
反正我也是要去买去黄原的车票。哎呀，田小霞，本来说是我送你的，结果反倒是我沾了你的光，坐上这吉普车了。请各位旅客耐心的等待，车马上就到了。带小孩的，把小孩照顾好啊。哎，后面乘客依次排队啊，依次排队。请大家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。少平跟他哥哥少安不太一样。哎呀，那女子看上那猴僧了，肯定是有道理。你应该下车，跟少平一块去送送你们同学，啊？我跟郝红梅不是一个班的，不熟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请大家维护这里的秩序啊！少平，你还记得你上学那会儿借红颜给我看吗？你的名字郝红梅，这是你爸爸从红颜歌剧里边取的。红颜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。三秋叶。哎呀，我唱歌就这样。红梅花开，朵朵放光彩。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。欢喜百花齐开放，高歌欢庆迎春来，迎春来。你唱的都跑调了，不过声音挺好听的。红梅，我看你笑了，真好。这封信不给少平了。不给了。没有那个勇气，啊？我不是怕他在感情上拒绝我，我是怕他因为他那强烈的自尊心而拒绝我。我跟你们校长和你们班主任都了解了一下少平，小伙子不错。可是他是个自卑的人，也许在他心里，他只能接受像郝红梅那种跟他家境差不多的人，甚至是像侯英那种身体有残缺的人，而我，反正我也要去黄原了，就当我没这个勇气吧。你能帮助我吗？我想起了少平的哥哥少安和润叶，穷苦的生活是根呢。我时常在想，第二天天一亮，一切都是新的。包就要看好了啊！哎，这位同志，这是我同学，他身体不好，你帮忙照顾好啊！谢谢谢谢。再见。
小霞呢？小霞去买票了，但你别等她，让我把你带回去。上车吧。哦。大家不要拥挤，后面的请客，稍微排队。请大家排好队，里后面的同志。在和少平一起学习的日子里，他们之间有的不仅仅是亲切感，小霞更是对少平有了特殊的感情。可是现在，他就要和少平告别了。没想到，他对少平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。少平，保重。毛主席逝世了，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。9月18日，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。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，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，肃立在这里。同一时刻，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。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，中国沉默了1分钟。在这1分钟里，全国人民都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哭啊，不哭啊。奶奶和爸常给我说的，是毛主席把咱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。从我记事起，要是哪年有了灾害，咱家都得吃国家的救济粮。咱家的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给的，这是在旧社会赶上年纪，不知道得饿死多少人呢。毛主席是咱家的大救星，是全中国的大救星。对着呢。过去过年的时候，不管家里多紧，都得凑上钱，买上一张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。现在毛主席没，以后怎么办呢？少平啊，你是文化人，你说以后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我知道，眼下全中国人都像爸你，像蓝像你一样，大家都在想，以后该怎么办。干杯！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。10月，在这欢腾的日子里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的医院，现在大病初愈，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。福堂说让我给您带点家里的特产，顺道来看看您。没想到一见到您，您今天这么高兴。小平啊，四人帮粉碎了，这是人民的胜利。平常是小霞陪我，今天你陪我是一样的。来，咱们喝一瓶，庆祝一下。来。你说这个四人帮粉碎了，以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就会不一样？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料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，但是那个不能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了。就因为这一点，我们就应该高兴，应该大声的欢呼。
前在学校啊，小霞经常给我讲一些新的思想，我知道，她这些思想都是您教给她的，所以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早就是我的人生导师了。今天见到您，我也想好好拉拉话。说实话，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，也没个事情干，我也很苦恼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。哎呀，苦恼啥？少平啊，你的人生路还很长，以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，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，要学会了把困难和矛盾摆开、辩证地看待问题，永远不能停下自己人生的脚步。人这一生，不是看你贫穷和富有，而是看你都做了些啥，你能干成啥事情。所以啊，我建议小家多学习习啊，你们年轻人应该互相沟通、交流，多交流，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大变革的时代啊！我记着。来，干一个！哎呀，这4人帮打倒了，我得把双水村的工作搞得更出色，不能光在石阁街这个地方当先进，我要把名声扬出去。我要让元溪县和黄原地区都要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。哎呀，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？农民里边能人多着呢。哦，你在那看胜呢，进来听我说话。外面正在放鞭炮，庆祝打倒4人帮呢。我知道，说是县上的那炮呀、烟呀和酒都卖光了。哎，你说我咋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田地里干出一番大事业？当然了，农民嘛，就是跟土地打交道，也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在土地上做文章。你说这个功夫咋下呢？我看你还是想想眼面前的事儿吧。当然。润嫂咋办？那毕业后回到队里，天天这么晃着，还学会了抽烟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了。他哪来的烟抽？我把烟都藏起来了。哎，又是你给他钱叫他买烟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给他烟抽，你看他到处晃着，为找钱买烟惹事儿。日生人呢？我叫你抽，我还打你个狗日打人！爸，你咋打人呢？娘，我打你！你给我下地劳动去！叫他下地劳动，你舍得，我还舍不得呢。他从小连一桶水都没挑过，你叫他下地劳动，他能干啥？他是能耕能耙，还是能挑能割？你自己好多年都没参加劳动了，你忍心叫儿子去受这份罪？哎，我是大队书记，我那么多的工作，我不下地谁也说不了什么。可是我的儿子他不下地劳动，说不过去。这国家也是啊，哎，你为什么叫娃去上学？上完学又不给派用场？哎，他爸，你看，能不能给娃寻个不下地的事儿？你还指着他赚几个工分啊？你懂个屁！下地劳动是为了那几个工分？几个工分值几个钱？他就是不挣工分，我也能养活得了他。可问题是，
将来要有一个工作呀、学习的机会，润生他不下地劳动，就不能推荐他，知道不知道？就算是他们几个执委给我面子，把村里的公章给盖上，村里的上面还有公社，公社上面还有县上了，你都打通了。哎，找他二爸呀！嘿，我兄弟田福军不比以前了，他现在在县上工作也不容易，有人给他面子，可是日归他的人也不少。上面还有个大领导，写他匿名信的人多的是。哎，我去找玉婷，玉婷有办法。对，不管咋样，我先给他说一说。哎，姨父，哎，行了，事你给我就行了，你回去。孙叔，啥事儿把你气成这个样？哎，玉婷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润生的事儿嘛。哎呀，怪不得你说我一打喷嚏你就感冒了，你咋知道我要找你说润生的事？你看，你刚说完，你一打喷嚏我就感冒。来，进来说。哎呀，润生这个娃娃身体不好，从小也没有受过苦，你回来说要参加集体劳动，我吃不消。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好办法。来，坐。哎，怎么没有好办法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好，我整天为这个事儿操心呐，倒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？让润生教书去。教书？到哪他教去了？哎呀，你说这个事情都不着边际吗？你这个就在咱本村教。本村？本村2个教师的位置都满满的，插不进去。咱办初中呀，只要办起了初中，不就得增加老师吗？现在党中央可是号召发展教育事业，提倡社队办初中，咱们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个事情，而且一点也不难，只要办个初中班就行了。村里小学1年也毕业不了几个娃娃。再说，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还给我提念了，让在咱们村办初中班的事儿呢。哎呀，玉婷啊，你这个想法胆子大得很啊！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着，在村里头办上几件大事情。办初中班，这是个大事情。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，咱们村又走到前头去了。你接着说，玉婷，接着说。从这个政治路线方面说，咱们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，可咱们学校这2个老师，连一个贫农也没有，这咋能行呢嘛？对，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，村里其他领导人也没有话可说。你这个想法好。哎，来，玉婷，来，喝水。好。来，把你这个放下，瞅这个。哎呀，可是这个事情要是办的话那要开个执委会的。那咱马上开支部会讨论。哎，可是这，玉婷，你是个精明人，你知道这个事情牵扯到我家润生呢，我不便出面来召集这个会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来出面召开这个会。哎，你还是学校品管会的主任呢，是不是？品管会你召集这个会名正言顺，只要你们同意了，执委们他没有理由反对。就算是有人反对，那个时候我再出面也就主动多了嘛。好，我这个品管会好长时间没有开会了啊！再不开会，我这个品管会主任
就要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。我现在就召集评管会开会，专门讨论办初中班这个事情。啊！哎，玉婷，玉婷，你看是这样啊，办初中班至少要增加2个老师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叫你哥的那个少平呀算上一个。至于润生，如果说大家都不反对，到时候我也就不推辞了。叫娃娃到学校锻炼上几年了。你这个提议太好了，支书。润生和少平不仅是咱贫下中农的子弟，而且还是咱自家人。咱们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就要结束了。那我走啊！哎，来，你帮我自行车骑上。好。你回去吧。秀莲，二爸来啦！啊，妈，你这是做什么饭呢？还不就是那几样？二爸一会儿留在这儿吃饭吧。我可不单是为了吃这顿饭。知道哎。妈，又输药片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手怎么这么冰凉啊？你穿这么单薄，应该披上个棉袄。妈，还没有到冬天呢。哎呀，一定要披棉袄。要是单薄了，让你婆姨再给你续点棉花啊。家里一点破棉絮也没有。那就把我那件旧棉袄拿回去拆一拆，让你婆姨给你续上。好啊，好。二爸，我们那儿还有点棉花，你拿去吧。能行的啊。好。哥，就你和少安进门给我打个招呼，少平和兰香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。二爸呀，你说你老哥就在那儿干甚啊？吃饭嘛。我不吃，我多吃一口，家里就得有人少吃一口。我说个事儿啊，村里要办个初中班，我想让少平去当老师。哎，二爸，你说啥？村里要办初中班，让你去教书。二爸，教书那是好事啊。当然是好事儿嘛。二哥生来就该当老师。哥，我给你算了一下，这个少平要是当老师啊，2个假期不算，1年还得挣2600公分呢。公社每个月还补助6块钱，要是假期初3劳动的话，大队还给单另记公分的。1年下来呀，比一个最好的劳力还挣得多呢。要是少平当社员的话，1个工评8分都算到顶了，那还得好好的卖劲干活才行的。好吧，不管咋，是把少平这个事给解决了哈。哥，你不要看着啊，我每天就是多吃你们几口饭，多抓你们1袋盐，给你们添麻烦，连累你们。我在大事情上给你们帮大忙呢。早年间你送我出去念书啊，最后又给我娶个婆姨，那我也帮你娶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儿媳妇嘛。现在我又拉扯着少平啊到学校去教书，我算把欠你的情还上了吧。哎呀，一家人嘛，咋欠不欠的？二爸，这个事大队开会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为什么问题？评管会那是肯定能通过嘛。支部5个人，福堂和我没有问题，海明不会反对，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，他儿子金城能教书，福堂的儿子都不能教了。
主要反对的人是金俊武。不过党的历史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，他一个人反对也不顶事儿。有个人啊在大队负责，还是方便啊。二爸，真是太好了，太感谢你了。那是我弟少平当上了老师，这我们全家人都给他长脸嘛。那凭什么我们老孙家的人就一辈子让这个黄土弄得灰头土脸呢？哎呀，二爸你吃啊，你吃，你管够吃，可劲儿吃啊！这二爸给你。二爸，我要感谢你。哎呀，你快把少平高兴的！孙少平更是为这个消息而激动。他不是庆幸逃避了劳动，主要是庆幸教书能够有时间看书、看报。另外，他不仅能顶一个全劳力挣工分，1年还有72块钱的补助费，那可以为家里还上一点账债。来，主任，哎，海明，哎呀，我今年啊也50多岁了。这些天啊，我一直对自己说，上了年纪了，但是这个革命意志不能衰退。对，哦，支书啊，你也不要唱高调嘛。啊，对了，福堂啊，今天是啥议题啊？哦，这个会是玉婷召集的，让她说。是这么个事儿啊，子叔、副子叔，俊武、海明，我呢，作为咱小学校里的评管会主任，今天下午和几个评管委员开会，决定在咱们村办初中班。实际上这个事情呢，之前我给福堂支书提议过，他没有吭声。是不是？我咋个忘了？你说。现在党中央号召发展教育事业，提倡社队办初中，咱们村完全有能力搞这个事情。办初中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一点儿都不难，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。当然，办初中班这个事情，这个好处大家都清楚。咱们村小学今年毕业的那几个娃娃，就不用到10个街去上学，一天来回20里地，娃娃们辛苦，大人们也不放心，是这么个事儿吧？你接着说。咱们小学现在只有2名老师，人手不够。一个姚淑芳是公办老师，另外一个是咱俊山副支书的娃娃金城，是个民办老师。姚淑芳不去说，他是干部，编制在县里教育局，可他是地主成分。就是金城，也是，对吧？一个贫农也没有，这咋能行呢嘛？咱们村能给学生上课的，那除了他俩，那只有你孙玉婷了嘛。你不要忘了，咱村里眼下又多了2名高中生，刚从县上回来。对，润生嘛。玉婷啊，你家少平也毕业了吧？还有少平吧？是这。副堂叔，算上少平，我赞成。这个办初中班我赞成，增加老师嘛我也赞成。这个把少平要编到学校里边去至于说润生，我看咱就算了。子叔，增加一个初中班，那1个老师咋能够呢嘛？这当然了，再增加一个就更好了。不过润生是我的娃娃嘛，还是叫润生去参加劳动吧。
免得别人有说法。有啥说法呢？润生是高中毕业，人才嘛，谁不服？我就让他去教。海明说的对，让润生当老师，那不是因为他是你田支书的儿子，那是咱学校需要老师。咱们村就回来2个高中生，你说呢，君山副支书？啊，哈，要不是支书的娃，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议这个事儿。你说呢，军武？我看这是个好事。眼下咱们村里办初中，一来呢，这些孩子不用跑路到石各街上学了；还有一个呢，大队以后啊，也不用交钱给石各街中学了。不过眼下村里办初中，条件恐怕不行。旁的不说，学校呢，现在挤得满满的，要增加一个班，在什么地方上学？啊？下。